不知不觉在日本生活已经快10年了。今天我想把我这么多年在国外生活的经验、阅历和故事分享给大家。艰辛中夹着幸福。刚开始来这儿充满了恐惧跟好奇，什么都不懂，连去超市买菜都很难，生怕他们跟我说话，因为实在是听不懂。有幸的也认识了几位朋友，对我的帮助很大，也结识了一些过客，也让我意识到人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自己内心的强大。慢慢的你也会意识到，在这种陌生的环境，只有家人才是你坚强的后盾。之前在这边的一个中国妈妈友说我，你就知道买打折菜，对生活没有一点追求，没有一点热情，抠抠搜搜的铁公鸡一样。其实只是个人的价值观不一样。我不想超前消费，我只想做我能力以内的事。谁不想追求诗和远方？我也很喜欢这些花花草草，我也想去咖啡店喝杯咖啡，更想去精致的蛋糕店买一块蛋糕。无奈当时生活压力大，根本无暇顾及这些，所以我也不会顾及他们说我什么，我也不会因为别人说我什么感到自卑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活法，不要去妄加评论别人的生活。在这个小村庄里面生活久了，心也慢慢平静下来。以前的我躁动不安，内心始终是浮躁的，静不下心来做任何事情，一遇到一点事情就感觉非常着急急躁。如果家里发生一点点的变故，马上就坐不住了，根本不会学着去冷静面对。但是这里却改变了我很多，学会了冷静，学会了独立，学会了思考。这里离天很近，心情烦躁的时候抬头望向天空，看着天空中的朵朵白云，任何烦恼也会消失不见。在这里有小鹿，有小猴，虽然没有城市的喧嚣繁华，但是你会发现大自然中的一景一物一动都那么的诱人。虽然我是研究生毕业，但是我在这边做的是最底层工人的工作，甚至有的工厂还看不中我。曾经被朋友嘲笑，你这个研究生白读了，但是这些言语并没有击垮我。读书并不是为了那一纸文凭，而是在以后的生活当中有独立的思考能力、独立的判断能力以及正确的人生观、价值观。我并没有荒废我的学业，并没有荒废我的专业。在做自媒体的这条路上，我的专业帮了我很大的忙。我也没有因为我的日语不好而去自卑，反而我是更努力的讲，别人在嘲笑我日语不好、日语烂，其实我觉得能听明白大概的意思，简单的沟通，带孩子看病、去超市以及给孩子开家长会，没有多大障碍，我觉得这些就足够了。虽然说的不好，但是我也敢开口去表达。现在你只要但凡做一件事情，外界的声音那是真的太大了，七嘴八舌去讨论，给你冠上各种各样的标签。姐妹们千万不要理会这些。我在国外生活这么多年，被身边的同胞诋毁过、谩骂过，我自己也有3个月的时间从这阴霾当中走不出来。后来一位友人说，如果你不想他们说你什么，你就努力努力再努力，超过他们几十倍甚至是几百倍，他们就不会再继续说你了，因为你所达到的高度是他们无法够及的。如果人与人不在一个层次，无论你做什么，对方都会觉得不对。所谓的层次并不是指社会地位的高低，而是一个人的人品以及认知事物的清晰程度。同频才能相吸，同趣才能同乐。只有灵魂相似的人，才能看出彼此之间潜藏的内在。懂你的人不用言语，不懂你的人百口莫辩。我婆婆是一个非常好的人，她也教会了我很多，甚至是教会了我吃大蒜，因为她是一个纯纯的北方人。你们看我视频当中很少看我倾诉什么，表达自己的内心，因为我基本上都是把自己的心事跟我妈说，跟我爸说，跟我老公说，甚至是跟我婆婆去讨论。因为在国外生活久了，你会发现真正的亲人，真正对你好的人只有家人。几年前我还会因为朋友的一句话嫌弃自己的老公，根本分不清楚谁是内谁是外。经过这几年的摸爬滚打，我觉得我老公是我最大的战友，是我最亲密的战友。
每个人都有优点和缺点，我们不能无限去放大别人的缺点，而是要看到他每一个发光之处。如果没有打工仔的支持和帮助，我的自媒体之路也很难顺利进行下去。在国外生活这几年，我的收获实在是太大了。最大的收获就是收获了这3个可爱的小宝贝。我和打工仔每一天都各自努力，为我们的孩子们织起一片天，让你们都拥有幸福的童年。这期视频录的真的是很乱，我也不知道我想表达什么，但是呢，我就想安慰大家，希望大家在这个繁杂焦躁的社会千万不要焦虑，也不要被外界任何声音去打扰自己的生活，过好自己的生活，砥砺前行。我也不是什么网红，虽然我影响不了大家，但是呢，我想以我自己这几年的经历告诉大家，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，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心，强大自己的内心才是王道。这就是我这几年在国外生活的经验，学会了自立，学会了包容，更学会了隐忍，渐渐也明白了，家人其实才是自己最大的港湾。